夜深了，你敢一个人看床底下吗？我耐心地给女儿妞妞讲睡前故事，妞妞抱着娃娃，听得津津有味。故事讲完，我给妞妞盖好被子，叮嘱她好好睡觉。妞妞突然伸出手拉住了我的胳膊，哀求地说：“妈妈，再陪陪我好吗？”妞妞的手心汗津津的，她似乎很害怕。已经很晚了，你明天还要上学。我温柔地对她说：“妈妈，那我能不能开着灯睡觉？”妞妞扁着嘴问我，得到我的同意后，她似乎松了一口气。互道晚安后，我走出了房间，可前脚刚走，下一秒就听到妞妞的尖叫声。妈妈！我焦急地打开房门，却看到妞妞面无表情地坐在床上，一双眼睛似乎没有焦点。她扭头看向我，机械地说：“床下有动静，你能帮我检查一下床下的怪物吗？”大概是刚才的故事内容让妞妞有些害怕，我赶紧将她搂在怀里，轻声安慰：“怪物只存在童话故事里，现实中没有怪物。”妞妞身上僵冷的温度让我忍不住摸了摸她的额头，然而她并没有发烧。妈妈，帮我看看吧，求求你了！妞妞突然流着泪说，她的反应让我的心也莫名紧张起来。我和她对视了几秒后，慢慢俯下身去，一个皮球从床底下滚了出来，我莫名的松了一口气，伸手抓起球，站起身把球举到妞妞的面前。宝贝，你看，只是个皮球。说着，我伸手把球递了过去，妞妞不停地向后闪躲，眼里写满了恐惧，她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抽搐起来，带着哭腔说：“妈妈，那个球不能碰，它是怪物的东西，怪物会发脾气的。”怪物在哪里？我被妞妞的情绪感染，心里慌慌的，头皮都有些发凉。它就在你的后背上！妞妞尖叫着指着我的身后，冷汗呼的一下冒了出来。我慢慢的扭过身去，妞妞的脸赫然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我尖叫一声，猛地站起身，心扑通扑通的跳个不停。妞妞躺在床上抱着娃娃，好奇的看着我。妈妈，你刚才睡着了？刚刚只是一场梦。我继续给妞妞讲完故事，然后帮她盖好被子。妈妈，你能再陪陪我吗？我很害怕。我的心里一惊，刚刚的梦里妞妞也说过同样的话。接着妞妞提出了开灯睡觉的要求，我忧心忡忡地关了门，站在门口迟迟没有离开。妞妞并没有尖叫，我稍稍安心一些，责怪自己想的太多。刚躺在床上，我就听到妞妞的房间里传来了响动，这是拍球的声音。我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，蹑手蹑脚地走向妞妞的房间，拍球声越来越清晰，猛地推开她的房门，圆滚滚的皮球在地板上有节奏地弹起落地，而妞妞却不在地上，她正坐在床边，两条腿悠闲地荡着，歪着头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皮球。这诡异的画面让我的嗓子发干，伸手将皮球接住。很晚了，你这样拍球会影响别人休息。我不悦地说：“不是我拍的，是他。”妞妞有些委屈地说：“他是谁？在哪里？”我觉得这是妞妞的恶作剧，生气地呵斥她：“他是个怪物，就在你的后面。”妞妞认真地说，这些内容再次和梦境吻合，可我却一点都不想相信。这个世上根本没有怪物，不要再装神弄鬼。突然间，一双冷冰冰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，她轻轻拍了拍我说：“你是在找我吗？”我的神经立即绷得特别紧，缓缓地转过头去，妞妞的脸近在咫尺，她在笑，一脸诡异。轰地一声，一颗炸弹在我的脑子里炸开。我再次回过头去，妞妞正四平八稳地坐在床上，可是后背冷冰冰的气息还在，那只手还没有从我的肩膀上拿开。巨大的恐惧让我眼前一黑，又晕了过去。我再次醒来时，人正倚在妞妞的床头上。妈妈，你太累了，刚才都睡着了。妞妞心疼地摸了摸我的脸，她手心的温度是热的。我伸手掐了下自己，有痛感。刚才的画面难道是梦中梦？我心乱如麻，理不清头绪。接下来，妞妞再次说出了让我抓狂的一句话：“妈妈，我很害怕，你能陪陪我吗？”这个世上真的有怪物吗？我支吾着问她。妞妞点点头，起身趴在我的耳边，小声地说：“他就在我的床底下，一直有个皮球陪着他。”我汗毛瞬间立了起来，脑子里一片混沌。妞妞，说假话可不是好孩子。我舔了舔发干的嘴唇，故作镇定地说：“妈妈，我真的没有说谎，不信你弯腰看看。”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疑惑地下床往床底探去，一个皮球从床底深处滚出来，紧接着发生了令我震惊的一幕，妞妞的脸慢慢地从杂物堆里探出来，她害怕地看着我说：“妈妈，我的床上有个怪物。”我捂着脸惊声尖叫，猛地起身时，脑袋一下子撞在床头柜上，
一阵刺眼的阳光让我再次睁开了眼睛，周围的环境熟悉又陌生。我躺在一张柔软的床上，我的床边站着一个漂亮的姑娘。见我醒来，她露出微笑：“妈妈，太好了，你终于醒了。”“你是妞妞？”我是试探着问。“你能想起我了？”妞妞扑进我的怀里，嘤嘤地哭着。这熟悉的怀抱加上她身上熟悉的味道，记忆瞬间向我涌来。我是一位单亲妈妈，带着双胞胎女儿生活。妞妞是姐姐，丫丫是妹妹。可惜两姐妹同脸不同命，丫丫患有先天智力障碍，这也是前夫和我离婚的主要原因。她不想被丫丫连累。我带着2个孩子生活，日子虽然艰苦，却也充满了快乐。孩子6岁那年，一场意外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。那日，我带妞妞和丫丫去公园玩，2个女儿都很开心，她们还玩起了拍皮球的游戏。皮球不慎被丫丫拍进树林里，我赶紧跑去捡球。等我返回来时，丫丫却不见了。妞妞哭着告诉我妹妹掉进了湖里，我一下子瘫倒在地，随后踉跄着去找人帮忙。等救援队的人把丫丫捞上来时，早已经无力回天，她就死在了我的怀里。妈，放下吧，妹妹也不希望你一直折磨自己。我觉得妹妹从来不曾离开，因为她一直在这里。妞妞指了指她心脏的位置，看着妞妞的脸，我再次泪流满面。其实，死亡从来不是终点，遗忘才是。如果你深夜回家，突然有个老头拉住你要喂你鸡蛋吃，你会怎么办？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是我搬到这个小区的第3天，看着老旧的楼梯和斑驳的墙壁，我安慰着自己，一个人住在哪都一样，况且这能省下不小的花销呢。这天下了夜班的我刚踏入小区，那周围一瞬的寂静，以及若有若无的路灯，不免让我心里发毛。没办法，我只能哼着歌给自己壮胆，脚下的步子也加快了起来。走到楼下的我总算松了一口气，伸手擦下额头冷汗，用力地咳嗽了一声。可惜声控灯没有亮，我再次尝试了一下，结果还是一样的。不会吧，这也是坏的？我有些绝望地看着漆黑的楼道，身上的汗毛不自然地竖了起来。我纠结了一阵，还是鼓起勇气，借着手机的光亮一步步走上楼梯。刚走几步就闻到楼梯间弥漫着一股菜香味，这让本来饥肠辘辘的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就在我回味时，突然一只手抓住了我衣角，我下意识地想到了不干净的东西，再也抑制不住心里的恐惧，放声尖叫，瞬间后退了好几步，企图挣脱那个东西。你回来了，吃个鸡蛋吧。一个苍老的声音从角落里传来，我定睛一看，2楼的拐角处竟然坐着一个老人，手里还递着剥了一半的鸡蛋。可我刚才为什么没注意到呢？爷爷吓到你了，对不起呀。老人声音低沉地和我道歉，见到老人认错态度好，我便也没说太重的话。爷爷，大爷您认错人了呀，我不是您孙女，您真是吓了我一跳，现在心还砰砰跳呢。太晚了，赶紧回家去吧。不是我孙女儿，那我孙女儿呢？她还没放学吗？我看着眼前一脸无辜的老人，意识到他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症。大爷您住在几楼啊？我就住3楼。老人指了指楼上，大爷我就住您楼上，现在太晚了，我送您回去吧。只见老人摆了摆手，不用了，我还要等我孙女呢。你要吃个鸡蛋吗？老人笑眯眯地再次举起手中的鸡蛋，我还是婉拒了老人，转身回了家。因为工作太忙，我转头就把这件事情忘掉了。隔天下夜班后走进小区时，才又想起了楼道没灯这件事。但意外的是，今天的楼道竟然是亮的。这个世上真的有雷锋。刚从2楼往上走时，我下意识地望向拐角，老人真的坐在那里，手里依旧握着一颗鸡蛋。他听到我的脚步声，微眯的眼睛猛地睁开来，昏黄的灯光下是一张皱纹纵横、面色无暗的脸。他的嘴巴咧了咧，露出黄牙，冲着我笑。一种莫名的恐慌涌上我的心头，我下意识地后退了2个楼梯。你回来了，今天不黑了吧？吃个鸡蛋吧。大爷您又认错了，我不是您孙女。大爷这灯是您安的？我意外地问。老人点了点头，一脸傲娇，甚至还有些害羞。您老可真棒。我冲他竖起了大拇指。不过下次登高的事情还是让年轻人来做吧，毕竟您岁数大了。我身子骨硬朗得很。老人从椅子上一下子站起来，速度特别快，我生怕他一个不留意扭到了腰。我看着老人总觉得哪里不太对，可是一天的疲惫让我来不及多想，匆匆回家休息。很快就迎来我的第3次夜班，因为贪凉的关系，我的胃开始不停地折腾。回家走到2楼转角时，冷汗已经把我的衣服打透了。姑娘，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？
我2只手捂着胃，早就疼得说不出话来，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等我醒来时，人已经躺在医院的病房里，老人早就不见了踪影，桌上只有2颗水煮蛋。护士，送我的大爷在门口吗？我问巡房的护士，护士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体温计给我，你只是肠胃炎，并没有发烧。隔天出院后，我想着去感谢一下大爷，但敲了许久的门，也没有人应声。难道是出门锻炼了？想着晚上他应该还会坐在楼梯口，便先回了家。可到了晚上，我再次下楼，却发现那个拐角只有一把凳子，但不见大爷。想了想，我再次去敲了他家的门，可房门始终没人开。我担心大爷身体有个好歹，就给物业打了电话，希望工作人员可以来看下情况。你确定是这家？物业经理看了看3楼斑驳的房门，表情怪异地看着我。我点了点头，把自己的经历简单叙述给他听。你确定自己没记错？物业经理的表情变得扭曲，说话声音有些颤抖。可301早就不住人了呀，这家原先是有个老爷子，还是老年痴呆，但是他已经去世4年多了。啊！我震惊地睁大了眼睛。老人是个苦命人，无儿无女，一手带大了领养的孙女。可孩子在上学路上出了意外，后来老人得了老年痴呆，去世后这个房子就一直空着了。那我每天晚上见到的是……我失魂落魄地回了家，但仔细想想，反而也觉得没那么害怕了。这个老人家尽管忘了自己是谁，却时刻想着等孙女放学。他也总是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留给孙女吃。之后我再也没有遇到过那个大爷。我猜他和孙女应该再次相遇了吧。他牵着孙女的手送她上学，孙女手里高高举着大爷包好的鸡蛋。我是个小偷，而我现在却躲在衣柜里主动报了警。快来救救我！我压了压帽檐，抬头瞄了瞄四周，迅速将手里的宣传单卷起来，卡在马吉小区1203住户的门把手上。1204门把手上的宣传单还在，这是我3天前放上去的，依旧保持着之前的模样，说明住户已经至少3天没有回来过。我的脸上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。我叫唐玲，每天穿梭在附近小区各楼层发传单。不过这并不是我的主业，我的主业是小偷，门把手上的宣传单就是我的信号弹。入夜，我穿戴整齐，拿着工具再次来到马吉小区。之前我已经观察过了，这个小区没有监控，于是我大大方方走了进去。我熟练地打开1204的房门，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扑鼻而来。我轻轻关上房门，凭借头灯熟悉屋内环境。鞋柜里都是女性的鞋子，卫生间里只有一套洗漱用具和女性化妆品，可以断定住户是独居女性。我顿时放松下来，在屋子里搜索着值钱的东西。随后我便在大衣柜底层发现了一个沉甸甸的首饰盒，打开一看，有些傻眼，里面竟然不是首饰，是2根金条。这姑娘还真是不一般。我将金条放进口袋，然后将首饰和原位置放好，关上衣柜门准备撤退。可当我刚走到门口，竟然听到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。不好，有人来了！我的头皮瞬间发麻，情急之下直接躲进了大衣柜里。我长舒了一口气，下一秒是房门被关上的声音，紧接着屋子里亮堂起来。由于衣柜正对着门口的方向，所以透过衣柜门缝，我正好可以看到整个屋子里的情况。我看到一个穿着连衣裙的女人，她放下皮包，甩掉脚上的高跟鞋，坐在沙发上开始揉脚后跟。大约过了1分钟，女人从沙发上站起身，径直朝衣柜走了过来。我冷汗呼的一下冒了出来，暗道一声不好，如果女人拉开衣柜门发现我怎么办？将她打晕然后逃走，还是跪地求饶？女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。女人的手已经碰到了衣柜门，我紧紧咬住嘴唇，将扳手用力攥在手里。突然间，女人的电话铃声响起，女人迟疑了一下，手松开了柜门，转身去接电话。我一只手捂着快要跳出胸膛的心脏，一只手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，幸好只是虚惊一场。干嘛？我刚到家。女人用甜的发腻的声音接起了电话，对方应该是女人的爱人，她对着电话在撒娇。既然想人家，就来看我啊，我做好宵夜等你。女人愉快地挂断电话，还有一个男人要来，那我岂不是更走不掉？原本我还想着等女人去卫生间或是睡着时离开，现在难度系数更大。我躲在柜子里心乱如麻，掏出手机看了看，周鑫依旧没回我消息。我咒骂了他几句。周鑫是我的男朋友，我们算是雌雄大盗。刚刚我就给他发过求救消息了，以往他营业时遇到困难都会给我发消息求助，我会按他的提示来到客户家里，以推销员的身份纠缠客户，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帮周鑫脱身。今天我被客户堵在家里，他却没了音讯。客厅里，女人正拿着一瓶红酒倒入2只高脚杯中，她似乎心情很好，端起其中的一杯小酌了一口，在杯沿上亲了一下。
接下来的画面会不会很香艳？如果我用手机拍下来，能不能卖个好价钱？我伸手拍了拍脸，强迫自己不要胡思乱想，眼下脱身才是最要紧的。终于，女人赤脚走向了卫生间，我猜她是去洗澡。果然，下一秒传来了哗哗的流水声。谢天谢地，我蹑手蹑脚地从衣柜里出来，高抬腿轻落脚到了门口。我还没来得及开门，门口突然传来了敲门声。我蹑手蹑脚地从衣柜出来，走到了门口，还没来得及开门，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把我吓了一大跳。我连滚带爬地逃回衣柜，心已经跳到了嗓子眼儿。静静，是我，你的小甜心。门外传来了男人温柔的声音，卫生间里的水声戛然而止。女人裹着浴巾缓缓地走了出来，然后打开房门。男人捧着一大束玫瑰花，恰好挡住了她的脸。久等了吧？我刚才特意去花店给你买了花，我猜你一定会喜欢。我很喜欢。女人笑盈盈地接过他手上的花，踮起脚吻了男人的脸颊。女人让男人进了屋，我还注意到她随手将门反锁，来到酒柜前。女人把红酒递给男人，男人借着拿酒杯的由头将女人拉进怀里，开始对她动手动脚。躲在柜子里的我五味杂陈，本来只是想偷个东西，没想到吃了一顿狗粮。别人的男友费尽心思讨女友欢心，我的男友连个人瘾都没有。这个周鑫果然很狗。你比玫瑰花香，比红酒更醉人。男人暧昧地说，女人娇笑着躲闪，二人调笑拉着肩碰掉了吧台上的酒杯，啪的一声脆响，吓得我缩了缩脖子。别动，我来弄。男人恋恋不舍地松开女人，拿起扫帚收拾地上的残局。男人一直背对着我，看不清他的长相，可我总觉得他的背影很熟悉。女人把手里的酒杯递了过去，男人笑着接过去，一饮而尽。这一次，我终于看清了男人的脸，是周鑫。我惊讶地捂住了嘴巴，他竟然劈腿了，心像被人用刀子捅了一个窟窿，冷风嗖嗖地往里灌。我气得咬牙切齿，一拳砸在柜门上，狭窄闭塞的空间里发出砰的一声闷响，让我瞬间惊出了一身冷汗。我怎么忘了呢？自己除了是周鑫的女朋友，还是一个贼。衣柜里有动静。周鑫指着衣柜对女人说，周鑫这个混蛋，我现在出去会不会被这对狗男女灭口？我新买了一套好看的睡衣，就在衣柜里。女人风情万种地笑了起来，我这就去拿。周鑫两眼放光，口水恨不得流了下来。我恨得牙根痒痒，发誓只要周鑫打开衣柜的门，我就用扳手抱了他的头。他走路的姿势有点怪，就像喝醉了酒。周鑫的脚步越来越近，我的后背再次发凉。在距衣柜不足1米处，周鑫突然停了下来，眼睛一翻，一头栽在地上。我心头一紧，用力扣着手心，理智告诉自己不能出去。女人一脸平静地站在那，嘴角噙着一抹诡异的笑容。周鑫一头扎在地上后便不再动弹。女人蹲了下来，就这2把刷子还敢劈腿，真给男人丢脸。她说完这句话，突然看向衣柜，冲着我挑了挑眉。我吓得魂都丢了，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。好在女人并没有打开衣柜，而是转身进了厨房。紧张的气氛随着她的离开冲淡了一些。我不知道女人接下来要做什么，直觉告诉我，女人给周鑫喝的红酒有问题。我想把周鑫叫醒，担心声音太大会引起女人的注意，只能拉开一道缝，伸长手臂借助扳手推了推周鑫，可他连眼皮都不眨一下。女人很快从厨房里走出来，手里多了菜刀和电锯，身上多了一条围裙。她想干什么？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的脑海里闪过。女人再次看向衣柜，不过眼神有几分温柔，还调皮地吐了吐舌头。我感觉衣柜里的温度又降了2度。她又走向客厅，打开电视，调了一档娱乐节目，画面是一对新婚夫妻在拍婚纱照。男生1.85米的身高，还是个金融硕士。女生很幸福地说，我们俩就是最近很火的那个牵手 APP 认识的，全是年薪大几十个，想认真谈恋爱的大帅哥，不是985就是海归硕士，头像必须经过真人认证，姐妹们赶紧冲，并把声音放得很大。这个牵手 APP 不错，女孩子都会喜欢。他的话就像是说给我听的一样，我的头皮不禁发麻。接下来的画面让我永生难忘，毛骨悚然。女人拉开了电锯，竟然把周鑫分尸了。整个过程干净利落，她连眉头都没皱一下，恐怖使我的每根骨头都在发抖，面如土色的捂住了嘴巴。女人将尸块打包拎出了房间，然后开始擦拭地板上的血迹。警察，我要报警！麻区小区1204发生了凶杀案，我是小偷，母亲躲在衣柜里，快来救救我！我颤抖着编辑完这段话发了出去，祈祷着警察在女人发现我之前可以赶到。只见女人收拾好后，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，轻轻说了声好困，
然后躺在床上拉好被子，我祈祷着他赶紧睡着。很快，床上传来了女人轻微的呼噜声。我打开一道门缝，估算着逃跑的可能性。女人突然睁开眼睛，直勾勾地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戏谑，仿佛在说你就是我刀下的下一块肥肉。无尽的恐惧感让我一下子从衣柜里掉出来。女人坐起身，笑眯眯地看着我，怎么不躲了？我还没玩够呢。她竟然把之前发生的事叫做完。别伤害我，求你了！我瘫坐在地上，带着哭腔哀求她。我怎么舍得杀你呢？有了你，增添了我很多乐趣。女人勾着我的下巴，慢条斯理地说：从来没有人欣赏过我杀人的过程，你是第一个，是不是很荣幸？看着她兴奋的表情，我确定面前的女人就是个变态。我眼眶含泪，颤抖着说：我不行，真的，求你放过我！放过你？你已经看到了我行凶的过程，杀你灭口和做我忠实的观众，你只能选一个。我不会说出去的，真的，请你相信我。我哭着对她说：闭嘴！她突然变得暴躁，一巴掌把我扇得晕头转向，脸上火辣辣的疼。我给过你活下来的机会，既然你不珍惜，那就怪不得我。说完，女人举起刀朝我的脸砍了过来，我惊恐地尖叫了一声，直接晕了过去。醒来时，我的头如针扎一般疼，周围也是一片陌生。回想起之前的一幕，我赶紧伸手抚摸自己的脸，没有伤口，也没有痛感。难道我真的死了吗？你感觉怎么样了？一个警察模样的男人出现在我的视线里，我戒备地看着他，用被子裹紧自己。你不用害怕，你已经安全了。接到你的报警信息后，我们迅速出警，罪犯已经伏法。听完警察的话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，活着的感觉真好。那个女人太可怕了，想到之前发生的事情，我依旧瑟瑟发抖。后来了解到，女人因为被背叛，一怒之下杀了老公，之后便将那些垂涎她美色的男人骗回家，再杀掉他们，来满足自己的快感。周鑫就是那个精虫上脑的可怜虫，他通过家里的监控一早就发现了我的存在，我就像小丑一样，在他面前丑态百出，而我也会受到法律的惩罚。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做小偷了。如果你忽然有一种不好的感觉，就是说不上来，但感觉很奇怪，那你就得小心了，因为人的第六感有时候是非常准的。今天是我们的3周年纪念日，男友竟然忘得一干二净。晚上我生气地和他吵了起来，赌气地收拾好了行李，就准备去附近的旅馆居住。登记的时候已经是半夜，前台只留了一盏昏黄的灯光，是一个看着很和蔼的阿姨。她看着我的身份证，小姑娘，你是本地的，都这么晚了，怎么不回家啊？她可能是出于关心，但总让我感觉怪怪的。出于警惕，我并没有和他多说什么。拿到房卡后，我坐着电梯上了楼，楼道里很暗，给我一种不踏实的感觉。快步走进房间，锁好房门后，丢下行李就躺在了床上，拿出手机想看看那狗男人有没有找我，结果发现他一条信息也没发给我。我心里又气又委屈，看来他真是不在乎我，就不担心这么晚我出什么事吗？狗男人，这次我绝对不先低头。想着想着，我越发委屈。房间里的座机突然响了，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，吓得我一激灵。我迟疑了一下，接起电话：姑娘，我是楼下前台的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是这样的，我想起来你屋里的花洒坏了，没办法洗澡，要不我给你换个房间吧。阿姨带着特别抱歉的语气。我看了看时间，已经是凌晨1点30分，于是对阿姨说：不用麻烦了，我在家里已经洗过了。那怎么可以？阿姨突然拔高了声音，她过激的反应让我觉得莫名其妙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的思绪变得清晰一些。花洒是旅馆的基础设施，按道理说应该每天检查，难道是阿姨故意把我安排在这个房间？她是不是有什么目的？我的脑海里顿时出现了很多恐怖的画面，心里拔凉拔凉的，不断安慰自己可能是想多了。躺在床上，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，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正在我胡思乱想时，敲门声突兀的响起，我心里一惊，下意识地问了一句：谁啊？姑娘，你的身份证落在前台了，我给你拿来了，麻烦你把门开一下。听了阿姨的话，我赶紧打开了包，发现身份证真的不在。这就来。我答应着跳下了床，快步走到门口，趴在猫眼上向走廊望去。那个前台阿姨一个人站在门外，我的神经稍微放松一些。可就在我准备开门时，听到了一声低沉的咳嗽声，我确信这声音是一个男人发出来的。直觉告诉我门外肯定有问题。阿姨，外面就你自己吗？我故作平静地问。对对对，就我自己，你赶紧开门吧。他焦急的应答，让我感觉更不对劲。我太困了，身份证先放前台吧，我男朋友一会儿来找我，待会儿你给他就可以了。许久，外面终于陷入了安静，可我的心却迟迟没办法平静下来。这个旅店一定有问题，必须赶紧离开这里。
我蹑手蹑脚地下了楼，探出头往前台看去，没看到人。我暗暗松了一口气，刚想往大门口走，就听到有声音从门口传来。我望了过去，只见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停在店门口，那个前台阿姨站在门口，正和司机小声议论着什么。她的神色凌厉，和之前和蔼的形象判若两人。我的心里一阵发毛，大气都不敢喘。突然，他们望向了我这边，我立马将头缩了回去，全身汗毛直立。直觉告诉我，这个时候最好不要被他们发现。我害怕电梯声会引起他们的注意，便选择走楼梯。两腿发软的我，手脚并用才爬到了3楼，汗水早将我的衣服打透。就在我打算从安全出口回房间时，却看到有2个彪形大汉守在我的门口。我攥着手机，悄悄缩回了头，突想起前几天在新闻上看到的年轻女孩无故失踪的案件。此时我特别后悔为什么要离家出走。我深吸口气，再次往楼上走去。我缩在4楼的楼梯墙角，颤颤巍巍给男朋友发微信：小帅，救我！我怀疑他们有人要害我。我看到有4个人，顺手给他分享了定位。唯一庆幸的是，这狗男人还没有拉黑我。发完消息之后，我又向墙角缩了缩，仿佛过了1个世纪那么漫长。我感觉我身上的汗都快干了时，听到了电梯响动，有人下去了，估计是门口那2个人看等不到人就走了。我依旧不敢出声。没过多久，我再次听到电梯的声音，随后手机收到了一条消息：小冉，我到了3楼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告诉他我在4楼楼梯口。没过一会儿，脚步声传来，我看到了男友的脸。此时的我完全顾不得之前的争吵，紧紧抱住了男友。我刚刚看了一下，楼下没什么异常，我们回家吧。过了好几天，我都没有从那晚的经历中缓过神来，一直都以为自己是被迫害妄想症，直到这条新闻的出现。昨晚在麻吉市某小区附近旅馆破获一起贩卖人口案，抓捕N名人员。看到这条新闻，我顿时冷汗直下。虽然照片模糊，但我一看就知道这是我那晚入住的酒店。男友也是一阵后怕，后悔那天让我出去。如果那晚我真的和他们正面碰撞到了，那真的难以想象会发生什么。如果每到半夜你都能听到门外有奇怪的敲门声，你会怎么办？周五晚上，我很早就睡了，但由于我睡眠很浅，再加上房子隔音效果也很差，半睡半醒之间，我就一直听到外面有人在不停的上下楼，脚步声非常有节奏，从2楼上到我住的3楼，停了有10几秒钟，然后再上到4楼。到了4楼，脚步声会突然消失，但是没过一会儿，那个人就会再下来，就这样来回的走动。我心里有点害怕，但想了想，那个人毕竟是在外面，我门都锁了，他就算有什么企图也一定进不来。我不断的安慰着自己。此时我已经毫无睡意，躺在床上一直听着外面的动静。那个脚步声持续了将近有1个小时。就在我几乎快要崩溃的时候，外面的脚步声突然停止了。还没等我缓一口气，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。我吓得一下子坐了起来，汗毛直立，犹豫了半晌。我悄悄打开了卧室的门，望着门口，竖起了耳朵仔细听了听，直到发现他敲的是对面的门，我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对面都没人住，那人敲一会儿就走了吧。就这样，我一直站在卧室门口等着外面的人走掉，僵持了10分钟，这个敲门声依然没有停止，而且每次拍门间隔的时间几乎都一样。我看了一眼手机，已经是凌晨2点。我挠了挠头，如果再这样敲下去，我就不用睡了。嘟囔间，我鼓起勇气走到了门口，趴在猫眼上看了过去，只见一个身穿黑长裙的女人站在对面，伸着手不停地在拍打着门，她的姿势非常僵硬。我隐约觉得这女人身上有一个地方很奇怪，但是具体哪个地方我又说不上来。就在我疑惑的时候，那个女人终于停止了敲门，再仔细看时，人已经消失在了楼道。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，终于走了，这下应该可以好好睡觉了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第2天晚上，昨天的脚步声再次响起。没过一会儿，那个女人又开始敲门。又一次被半夜吵醒的我特别生气，一看手机又是凌晨2点，我皱了皱眉。要是每天晚上都这样，那以后就别想睡个安稳觉了。我冲到了门口，隔着门对女人喊道：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觉？喊过以后，我就趴在猫眼上观察着外面的情况。那个女人就像没听到一样，依然还在敲着门。这女人怎么回事？没睡好的烦躁感突然压过了心底的恐惧，心一横，我直接打开了门。你要再敲门，我现在就报警，你这属于扰民，知道吗？说完以后，那个女人确实不再敲门，但依旧没有说话，甚至没有转身，只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在这短短10几秒间，我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这个女人，穿的衣服没有问题，头发和脚也没有问题，但是她的手臂却很奇怪，明明衣服没有袖子，但整条手臂却是黑色的。想到这里，我突然后悔自己的莽撞，恐惧席卷了我的神经。我赶紧伸手想要把门关上，但就在关门的时候，女人突然转过身，咧着嘴就朝着我扑了过来，还伸出一只手想要把住我的门。我害怕的浑身颤抖，咬紧牙关，用最快的速度，有惊无险的把门给关上了。关上以后就马上反锁了门，这个女人也没了动静。我瘫坐在地上，吓得面色苍白。我不知道她是已经走了还是站在外面，我不敢去看猫眼。缓了一会儿后，我拿出手机就赶紧报了警。警察来了以后，女人已经不见了。
录完笔录后，警察就走了。折腾了一夜，我都没有再睡着。这得亏今天也不上班。早上8点左右，就在我准备补觉的时候，电话突然响了起来，是房东。他大早上的打我电话干什么？按了接听键，就听到房东抱怨的声音：“哎呀，小心啊，这点事儿你咋就报警了呢？”啊，什么事儿啊？一宿没睡，我脑子都有些懵。反应过来才知道他说的是那个女人。听房东说了之后，我才知道我的对面以前住着一对夫妻，后来男人在外面认识了一个女人，而这个女人也不知道男方已经结婚。没过多久，这件事就被男人的老婆发现。这男人老婆也是挺狠的，直接拿着一瓶硫酸就找到女人的家里。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，男方的老婆被抓走，而女人面部毁容，重度烧伤，又被男方抛弃。后来就精神失常，隔三差五的去找男方，但是没想到的是男方早已经搬走，没了音讯。